当全球80%贸易靠海运推动，而关键港口与运力分配正被中国的网络一点点捏紧，川普最担心的不是今天的通行，而是明天的优先权、定价权和数据权。谁优先停靠港口，谁能走快线，谁被迫排队，这将决定美国的能源调度、军民补给，甚至超市货架的命运。本期就问一个问题：中美海权博弈，美国还能掌控多大的主动？2025年9月16日，3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决议削弱中国的全球港口网络，并将更多战略码头置于西方控制之下。此举将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扩大海上影响力最雄心勃勃的举措之一，旨在缓解华盛顿日益增长的担忧，即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处于不利地位。试想一下，当全球没几艘船就有一艘听命于中国船东，关键码头说请改道时，即使是世界霸主，美国也不敢说供应链安全只在国境线内解决。那么，中国对全球港口和航运的影响力度有到多大呢？首先，中国对全球港口和航线实现了广泛的覆盖。据多方统计与报道，根据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报道，2024年，中国通过中原海运港口、招商局港口、上港集团等在全球参与或投资的港口项目为129个，分布于欧洲地中海、北海、红海、苏伊士、泛加勒比、巴拿马等关键航道节点。接下来，我们通过几张图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中国这头全球航运巨兽令人震撼的布局。这张图标出了中国在4个核心走廊的项目数量，并按气泡大小区分强弱。可以看到，在蓝色圆点代表的欧洲、地中海、北海，中资投资的港口为45个；灰色圆点代表的非洲、毗邻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及南美洲区域，中资投资的港口为44个；红色圆点代表的红海、苏伊士运河一线，中资投资的港口为18个。而美国的南方邻居及加勒比、中美洲区域，中资投资的港口为22个。从比雷埃夫斯到金斯顿，从红海猴道到拉美西岸，中国的港口投资像一颗颗钉子，把全球航线钉成一张可被调度的网。谁在什么时间优先停靠，谁拿到关键泊位，谁的箱子被优先转运，不再只是市场选择，而是由节点与资本说话。那么，和中国相比，欧盟与美国，他们在全球投资的港口情况如何呢？目前，美国与欧盟企业在全球港口的股权运营参与没有权威统计，基于主流研究与政策资料，欧盟和美国投资的全球港口做一个简单的估计。让我们来看第2张图。在这张图中，中国的港口数量已超过120个，而美国约为70个，欧盟则约为100个。可以看到，欧美的海外港口持股特许经营数量远低于中国，通常被描述为显著小于中国的分散型布局，并且来自欧洲的样本显示，中资在比雷埃夫斯、瓦伦西亚、鹿特丹、安特卫普、汉堡等欧洲多个枢纽码头持股或运营，横跨7个以上欧盟成员国的15个以上港口终端，形成对欧入口与中转的纵深布局。中国的这种广撒网，令美方将中资在全球港口的存在视为潜在后勤与网络安全风险。近期提出全球港口组合拳意在削弱其中关键节点的中资影响，反向印证中国影响力之大与这些港口的战略重要性。但是，中国的可怕不仅仅在于其辽阔的航运版图，真正让航运版图转动的，其实不是一张港口清单，而是那台把全球新船排到2028年的造船引擎，手握全球头部产能，才是中国航运的底层实力，中国海运话语权的核心。让我们来看第3张图。行业评估称，中国造船业总产出与订单储备在2024年明显上升，年度完工约4780万载重吨，新接单与在手订单份额继续领先，多个船型，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份额居前，且2028年前交付档期普遍饱和。在2024年全年，中国新订单份额占全球的 74.1%， 而在2025年上半年，注意是上半年，中国新订单份额已经占到全球的 68.3%。 就在手订单份额来说，2024年全年，中国占到全球的 63.1%。 仅在2025年上半年，
这一指标上升到 64.9%。同时，2025年上半年，中国造船的完工份额也占到全球的 51.7%， 且高技术船型占比提升，巩固了在全球海运船舶供给端的主导地位。美国政策圈报告亦多次引用中美造船能力差距巨大的评估，将中国庞大的造船能力视为其全球海运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变量。多份分析与报道援引美国海军简报与听证会材料，称中国商业造船产能约为美国的230倍。公开评估普遍认为，以现有美国的产业结构与投资节奏，美国在可预见的10至15年内很难追上中国的商业造船产能，除非实施跨周期、跨部门的超大规模工业政策与国际协作，否则差距更可能在2030年代维持甚至扩大。首屈一指的船舶产能、宏大的全球港口布局，自然而然催生了中原海运集团这样的航运巨头。由点到网的全球港口布局为中国海权奠定了前沿支点，当班轮航线贯穿多州枢纽，高密度的海运网络便成为中国海权延展的经脉。当全球航运的闸门与枢纽越来越多落在中资手里，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今天是否通行，而是明天谁来定价，谁能优先，谁掌握数据与节奏。这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这是美国能源调度、军民航道和普通家庭货架的现实风险。一个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曾知道的城市，却成为川普政府当下挥之不去的噩梦。下一期，让我们一起直面令川普忧心的一座城市，看看白头鹰的反击。欢迎点赞、关注、转发，每周都有新的视频上传，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持续更新最大的动力。咱们下期再聊。